于滑翔伞的顺利进行，我们当天下午就从费德西耶出发前往棉花堡，大约4个小时的路程，下午4点多就到了棉花堡。一路上路况很好，景色也很漂亮，所以土耳其真的是一个很适合自驾旅游的地方。路边我们还看到农家卖西瓜和哈密瓜的小摊，卖瓜的农妇很热情，切开新鲜的让我们品尝，好甜啊！你们要是路过了，一定要停下车来买哦。我们入住的酒店离棉花堡很近，从酒店就可以直接看到雪白的棉花堡，远远望去，棉花堡就像白皑的雪山，是不是很美呢？因为提前1天来到棉花堡，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提前去了解景点的开放时间，所以我们基本是第2天早上第一波进入棉花堡景区的游客。不过11月份的天气好冷，出于对棉花堡的保护，景区不能穿鞋，必须光脚踩上去，那个刺骨的凉啊！所以冬天来棉花堡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哦。还是小朋友们最厉害，一路都是他们跑得最快，越往上水就越暖和，到了这个水渠，水就很温暖了。小朋友顺着这个水渠一路玩耍上去。另外友情提醒一下，最好备一个可以装鞋的防水袋子或者背包，这样不会因为多占用一只手而影响拍照。我们赤脚步行在白色天然阶梯，犹如雪砌的梯田，远看像大朵大朵的棉花，温热的水蒸气让棉花堡会有淡淡的飘渺的雾气，泉水积在台阶之间，形成了一汪汪波澜不兴的水池。看到有些人为了拍照穿的那个少啊，真是够拼的。总之，被誉为世界7大奇观的棉花堡确实是值得来看看的。在棉花堡的套票里面还包含了赫拉波利斯遗址，在建设结构上，它承袭了希腊的传统风格。历年来的地震已经把此地变为废墟，如今还遗留有大浴场、竞技场、街道、大剧场和古坟场等。穿行在古罗马遗迹的残垣断壁间，可以静静感受这里的历史和辉煌，仿佛穿越到了这里最繁华的时期，想象着这里熙攘的人流，好像述说着当年盛世场景的故事。如果时间充裕，游览完棉花堡，在大浴场泡个温泉，然后在古罗马的废墟里看日落，品味残垣断壁之中落日奇景，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。而我们计划今天晚上开车到达切美什，游览完古迹之后我们就出发了。再见了棉花堡，下次有机会再来这里泡泡古温泉吧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接下来的视频是爱琴海小镇、切美什和阿拉恰特，让我们去看看土耳其的爱琴海小镇。